不可能！钢铁怎么可能漂浮在水面上？陛下，天上有东西在飞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大燕造出这种神物，为什么不禀报？陛下，这些不是我们的，是敌人的。什么？臣夜观天象，见紫薇微暗，北方煞星逼近，恐有兵败。拍戏呢？有人拿下！别动！我是天命星落，紫薇暗而天星坠，此乃天命星落之兆。陛下驾到！陛下，天降一人，此乃上天赐我大周之机呀！不是，我其实是从天而降，正中擎天剑，砸碎凶星盘。传朕旨意，此人乃天降国师。等等，什么事？局师大人，您这是从哪朵云上下来的？我说我是从实验室下来的，你信吗？实验室？陛下，国师所言，莫非是天上仙嗣？陛下，此人来历不明，满口胡言。臣以为所谓天降国师，实乃妖言惑众。对，我也觉得这事儿有误会。首先，我不是妖人；其次，我也不是什么国师，我叫林拓，是个理工。算了，说了你们也不懂。理工？何门何派？清华落榜派。胡言乱语！国师既从天而降，必有过人之处。陛下，我真没有，我最多懂一点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材料学。既然国师如此神通广大，不如当场献策。如今北燕兵压双河，西凉陈兵西进，国库空虚，兵甲不足，国师可有救国之法？臣早说过，此人不过火药。如果你们有硝石、木炭、硫磺，我可以试着做一种东西。可恶！能炸的东西。炸是何意？简单说，就是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热量和气体，形成冲击波，对周围物体造成破坏。原理主要是氧化还原反应，硝酸钾提供氧，硫磺和木炭作为还原剂。老夫懂了。你懂了？此乃引天雷入凡尘之术。你完全没懂。能用于战场。如果成功，需要什么？材料、场地，还有时间。陛下不可！此人张口便是爆裂之物，若伤及皇城，需要多久？3天。国师大人，硝石、木炭都有了，硫磺呢？硫什么？大人，没有这个硫磺，不能炸。但想炸得像样，很难。国师大人，奴才多嘴问一句，您这个炸得像样是多像样？最好不像这屋子一样。大人放心，工部别的不多，破屋子多。你干什么啊？大人，这不是请天雷吗？总得静一静。这不是请天雷，这是化学反应。所有人后退！装神弄鬼。这就是国师的天策，一碗黑烟。陛下着了！啊！陛下，此妖人竟敢纵火伤君，罪该万死！有意思。失败了。失败了。为何？少一味材料。找到那味材料就能成？不敢保证，但概率大很多。搜全城。陛下，朕说搜。就是他。大人，有了这个就能请雷了。不是请雷，硝酸钾75，木炭15，硫磺10，要磨细，要混匀，要干燥，不能受潮，不能靠明火。懂了。你真懂了。硝树为火之骨，木炭为火之血，硫磺为火之魂，骨血魂三者合一，雷就来了。你没懂。
从现在开始，谁都不许乱加料。大人，我只是觉得地气要足些，硫磺多加2勺，根基稳。根基稳不稳我不知道，但你多加2勺，我们明天可能都很稳。都趴下。大人，这么小一罐也要趴？相信科学。炸了！真炸了！国师真会法术。不是法术，是化学。大人，这东西若是多装一些，会怎样？爆炸的威力会变得更大。有多大？差不多能将这座院子夷为平地。我不是说了不要私自改设计吗？大人，您说要炸得大些，铁皮包上劲儿不就憋住了吗？你这是要把我害死啊！国师，可以开始了吗？陛下，再退50步。国师莫非怕了？我怕你站太近，等会儿变成均匀分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好收尸。妖人，你竟敢炸毁工部！大人，又怎么了？墙后面有矿！铁矿是铁矿，真是铁矿！这么大一条矿脉就在工部后山里。苏丞相，国师这一炸可抵得上你10年。国师果然是天命之人，从天而降，落地开矿，绝非凡人可比。我早说了，此人有大气象。国师，今日朝堂上没人再敢说你是妖人。陛下，其实臣也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神。朕不需要神，朕需要能让大周活下去的人。国师，如今有了铁，你下一步想造什么？陛下，我想造一种兵器，比火药更厉害，能把火药的力量朝一个方向打出去。这么神奇！报，大周京城方向传来巨响，疑似天雷。天雷！告诉先锋军，3日后攻城，我倒要看看大周那群软骨头能请几道雷。火枪？对，简单说就是把火药装进管子里，前面放弹丸，点火之后火药爆燃产生气体，把弹丸从墙口推出去。直，一定要直！大人，铁这东西不是你说直它就直的，那就慢点打，慢点打3天怎么够？那就快点打直。您这话跟让驴一边跑一边下蛋有什么区别？大人，成了。我说了要直的。大人，这已经是我打过最直的了。师傅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？因为你年轻，命硬。至少打中了东西。那是我们的水缸。我重新改进一下，试试短管。大人，龙嘴火铳，陛下一定喜欢。我说过什么？不要乱改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改，这是装饰。妙，龙主火得，火由龙口出，正合天理。此物应名为真龙铳。不，它就叫火铳。太俗，俗也比你那个像邪教法器强。那我这龙头算白焊了。记住，点火后别贴脸，别把枪口对准自己。大人，我现在退出工部还来得及吗？哼，晚了。小锤还活着吗？师傅，我看见我太奶了。去掉龙头，照这个结构做，能做几把做几把。遵命。大人，就这些了。够不够不知道，但总比没有强。国师，陛下传您上城，北燕先锋军到了。
陛下，先锋只是试探，若此时议和，尚有余地。议和，割让双河以北3城，现岁币，或可换1年安稳。然后明年再割3城。大周的地1寸都不割。挑6个人出来。挑什么样的？胆子大，手稳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好奇。第一，装药不要太多。第二，放弹丸。第三，压实。第四，点火。第五，都不要把脸凑到枪口上。国师，俺就看看里面黑不黑。你再看一次，你媳妇儿就成别人的媳妇儿了。那俺不看了。第一把放。俺没死，没死就滚后面去。是。国师大人打自己人了！闭嘴，那就校准误差。国师，这便是你说的杀敌利器。报！巨响。是，城头有火光，有黑烟，声如惊雷。大周人故弄玄虚罢了。将军，那声音，战马听了也惊。老赵，如果不要弹丸，只要响，你能做多少个铁桶？不要打人，不要，只要响，越响越好。那简单多了。一夜能做多少？20个。速速去做。赶来！国师想到办法了。陛下，火铳不一定要打中。那要什么？要让北燕军以为天塌了。哼，装神弄鬼。大人，这次我不用试吧？不用，你负责点火。那我能再领一张平安符吗？大人，放不放？不急。点火！怎么回事？将军，马惊了！废话，我看不见吗？再来一次。第二轮，稳住！都给我稳住！撤！先撤！退了，北燕退了！大人，真成了，咱们把他们逼退了。不是逼退，是吓跑。那更厉害，还剩子弹！大人，怎么了？火药没了，没了。库里不是还有吗？全搬上来了，刚才2轮全响完了。国师，先锋只是试探，朕知道，他们下一次会堵住马耳，会训练战矛，会分散冲锋，单靠响声没用了。探岁来报，完颜宗破亲率8万铁骑已过双河，最快7日兵临京城。火铳还能再造吗？能造，但来不及。就算造出来，精度、射程可靠性都不够。那我们造更多雷桶呢？没用，恐惧只能用第1次，第2次敌人有了准备，声音再大也只能拖一会儿。那我们岂不是完了？陛下，给我看城防图。北燕主力已至双河南岸，敌军携工程车30架，完颜宗破亲率中军，距京城不足500里。陛下，臣仍主张议和，割3城，献岁费，送宗室女和亲。只要拖过今年，来年再练兵。来年，丞相，去年你也说来年，前年你说忍一时，朕登基3个月，听了你们3个月的忍让割赔，忍到今日，北燕铁骑离京城只有500里。国师，城防图你看了3日，
可有办法？有。说。大人，这也是火铳？不是，它能隔着500步砸碎敌人的阵。世上哪有隔500步杀人的兵器？以前没有。火铳管子太细，装药少，杀伤小，那就做大。大人是说做一根更大的铁管子，装更多火药，打更大的铁丸？对，能破骑兵。骑兵冲锋最怕阵型被撕开，只要一炮打进密集旗阵，哪怕杀伤有限，也能制造缺口和恐慌。此物叫什么？炮。炮。就算此物真有国师说的威力，7日之内如何造出？需要什么？第一，金属，最好是钢。什么钢？比普通铁更硬、更韧、更能扛炸的铁。第二，铸造，炮管必须厚，内膛要尽可能直，不能有裂纹，不能有沙眼。很难。我知道。7天更难。我也知道。陛下，此事风险太大。如果造不出来，京城会破；如果造出来但炸了，我们也可能会死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造。传旨，公布所有人手矿料炉窑尽回国师调用。京城内凡铁匠、铜匠、陶匠、木匠，全部征召入工部。谁误工期，斩。陛下，谁扰孤师，也斩。大人，为什么加粗？怕炸。大人，这次试炮能不能换个人？赵爱卿，臣在。若造成此物，朕赏10金。若没成呢？你大概也用不上了。走吧。去哪儿？造炮。温度还不够。大人，这火已经够猛了，铁都化了。化了不代表能炼钢。钢到底是什么？特别硬、特别抗炸的铁。那就是铁里头的狠人。你这么理解也行。这样不行。大人，你看那些鼎干什么？谁说炮一定要用钢？难道用铜？可铜太软了。没错，所以要做更厚更重，反正守城用，不用搬太远。不可！那些青铜器多为宗庙旧器，乃列祖列宗祭礼所用。国师，你要容祖宗之鼎。敌军7日内到，炮造不出来，祖宗牌位都得搬去北街。强词夺理，国可亡，礼不可废。国都亡了，礼烧给谁看？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！若毁宗庙礼器，必动摇国本。这些鼎是做什么用的？祭祖、镇国、成礼法。祖宗留下这些鼎是为了保佑大周。正是。若大周没了，鼎留着给谁看？朕登基3个月，国库空了，边军败了，北燕打到京城门外，朕没有祖宗那样的盛世，也没有时间慢慢中兴。容，臣遵旨。大人，炮到底长什么样？炮管要厚，后膛更厚，前口略收，下面做炮架，可以调角度。大人，炮口能不能加个龙头？不加。那虎头呢？不加。麒麟？更不加。唉，这么厉害的东西，光秃噜一根管子，陛下看了多寒酸。它是用来轰人的，不是用来摆供桌的。龙头多好看，粗是粗了点儿，但它是个管子。内膛不够光滑，磨。接缝太明显，再锤。炮架呢？大人，这么少能降吗？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是打远，是确认他不会先把我们送走。大人，这要我点？你最有经验。这种经验谁爱要谁要。接缝裂了。哼，7日造炮，不过如此。
大人，方向错了。不，裂在夹缝，不是炮身整体炸碎，说明铜板厚度能扛住，问题只在胶缝。第二门，接缝加厚，叠压更长，铁环加到6道，炮膛再磨，装药不变。干！还来？来，我太奶又在招手了。告诉他再等等。报！北燕主力距京城不足200里。大人，我觉得我最近不太适合玩火，那你适合什么？活着。少废话，点！卡弹。内膛不平，对，浇水，降温，拆，水，快！别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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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差一点儿，不是差一点，是差很多。给我磨，磨多久？磨到内膛平滑为止。是。出去了，成了，炮成了。难道射程不够？远远不够。大人，这是不是有点多？是。那还到？因为不多打不远。师傅，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吗？跑快点就来得及。师傅，我们好像真的造出怪物了，还不够稳定。我能再做一门。需要多久？1天。都别睡，第4门开工！报，北燕主力已至城外30里。装车。是。大周还没响？没有。上次是他们走运，今日本将要亲眼看看他们还能弄出什么妖术。国师大人，12发够吗？不够，所以每一发都不能浪费。国师，第一炮打哪里？打他的胆。大周人若还想靠响声下马，今日便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铁骑。将军有令，开始攻城。记住流程：清膛、装药、塞弹、压实、点火，每一步都不能乱。明白。大周皇帝听着，我家将军念你年少，若此刻开城献降，可留宗室性命。陛下，危险！朕在这里，让完颜宗拓来取。好，本将亲自取。接步。第一发，瞄前阵密集处。放！那是什么？别愣着，继续装填弹药。不要停！他们只有2门妖气，冲过去！第2轮，放！大人，烫了！浇湿布，别浇太多水，防裂。大人，炮架裂了！拿木屑顶住，继续。擂鼓，继续冲！胆怯者斩！第4轮，大人，再打会炸！少装药，打近处。将军，前军乱了！再冲！他们快没了！大人，第1门真不能再打了，
再打就真的要炸堂了。最后一发，大人，大帅旗，放。北燕帅旗一倒，北燕帅旗一倒！撤！将军，本将说撤！我还活着。大人，他们怎么不走？因为完颜宗破不傻，他在等什么？等他的人查清楚我们已经没有炮弹。北燕已退，此时议和可保都城。他们只是暂退，议和就是把脖子伸过去。炮一弹，再战拿什么手？国师不是还在吗？国师，完颜宗破不退，你可还有天策？我需要看清北燕大营。派斥候。斥候过不去，平原开阔，北燕游骑遍布，出去10个，能回来1个就不错。那国师要什么？望远镜。什么镜？2片透明镜片，一凸一凹，放在管子里，人在这头看，远处的东西会被放大。透明月镜片？对。什么东西透明还硬？玻璃。什么是玻璃？透明的石头。大人，石头不透明，所以要烧。老赵，跟我去河边挖沙子。大人，你确定沙子能烧成透明石头？理论上能。师傅，国师说理论上的时候，是不是一般都要出事？离远点。大人，要把沙子烧成水？差不多。沙子也能化？温度够就能。大人，这就是透明石头吗？不是，温度不够，失败了。师傅，这玩意儿还挺亮。着了！师傅，他自己着了！沙子真能引火？老赵，把这些琉璃渣挑出来，越透越鼓越能聚光的全留下。是。大人，这次不会又烧出打法石吧？这次我要玻璃。再加风！沙子真化了，还不够。倒模。师傅，我看见你了。废话，我就在你对面。不是，我从石头里面看见你了。北燕营地动向不明，此时不可妄动。臣以为应派使者试探完颜宗破口风。口风不用试，自己看。国师又要拿什么怪物出来？陛下，去殿外看北城方向。朕看见了。陛下，有此神物，敌军动向尽在掌握。大人，喝口吧，你都几天没睡了。这什么酒？普通米酒啊。老赵，你们平时怎么酿酒？蒸米、拌曲、风缸，等它自己成酒。有没有蒸馏？什么馏？大人，你又想到什么了？我在想，酒能不能烧起来？酒不是喝的吗？不只能喝，还可以烧。大人，你连酒都放过？去酒坊。这次会炸吗？不一定。小锤，师傅怎么了？把平安符带上。不是吧？又来！国师大人，小人酿的酒若有问题，小人这就重酿。酒没问题，我只是想让它着火。习惯就坏。
大人，这东西到底干什么？蒸馏。什么路？把酒里的酒精蒸出来，再冷凝回液体。你是说把酒魂逼出来？你可以闭嘴了。好冲！大人，你每次拿火车走我都心慌。酒成精了，酒真能着火？能用。用来干什么？烧敌营，烧粮草，或者做燃烧瓶。国师，我还能上城吗？大人，我还需要一样东西，蒸全城米酒。国师，你这次做正疗酒又是为了什么？这次为了救命。大人，这次不漏。不错。成了。大人，这比鲜酿还冲。这不是用来喝的，那干什么？洗伤口。忍住，想活就忍住。是啊，国师，这是救命的法子啊！国师，你救下的不是几十人，是全军的心。大人，这又是什么？燃烧瓶。扔出去烧人？没错，可以用来烧工程车、烧营帐、烧粮草。酒还能这么用？报！西凉3万铁骑直逼我西境河阳关。国师可有对策？如果3天内把东线一部分兵力调到西线，能不能打？能。西凉骑兵长途奔袭，粮草线薄，若我军突然抵达，可打他们立足未稳。可问题是，3天1200里，神仙也走不到。我没说让人走，那让谁走？让机器走。我需要造一台机器。何种机器？烧水就能动的机器。烧水就能动？国师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水烧开会变成蒸汽，蒸汽膨胀会产生压力，用压力推动活塞，再带动轮子，机器就能跑。水烧开了，真的会动吗？壶盖会动。壶盖会动？那要是壶盖连着轮子？陛下，此言荒唐，烧水拉兵，闻所未闻。国师，你有几成把握？理论上可行。朕听懂了。陛下听懂什么了？国师说会炸的东西炸了，说能打仗的东西打赢了。如今他说烧水能动，那就能动。大人，这次他会炸吗？锅炉炸起来比炮还狠。回来！师傅，我觉得我最近水逆。乖，我们可少不了你。什么吃呀？大人，这一坨到底是车还是锅还是炮？都是，也都不是。那它叫什么？蒸汽机。听懂了吗？像一个会跑的澡堂子。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橡胶，活塞会漏气。是什么东西？一种树枝，弹性好，能密封。要不用泥糊？会裂。不呢？会漏气。猪皮行不行？猪皮泡水之后又软又黏，我以前补漏锅用过猪皮糊缝，可以试试。师傅，那是不是要很多猪皮？至少30张。城里有这么多猪吗？陛下，民间传言国师要杀猪做法驱邪，随他们说，这有损朝廷威严。若蒸汽机成了，威严自然回来。大人，
像不像一条龙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觉得这里可以焊个龙头。不可以。龙头多好看！大人，指针上来了。加煤，升压。加煤。他真的动了。大人，我们做到了。大人，压力稳住了。保持燃烧，测试持续运行。国师，这是朕这辈子听过最好的声音。陛下，这还只是开始。车架要承重，轮轴要抗冲击，传动齿轮不能崩。它不是马车，是战车，主梁用铁，辅梁用硬木，外面加铁箍。车轮外层包多层厚麻布，浸桐油，压紧，替代橡胶减震。不包轮？对，不然一路颠到河上关，人还没打仗，骨头先散了。坐。大人，真不在车头前面装备龙头啥的？不装。起码刻几个字。不刻。能去河阳关？能。多久？3天以内。骑兵也未必能做到。你别忘了，他可是不会累的战争机器。活着回来，陛下该担心的是北燕联盟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扛得住我这头巨兽。大人，这叫平稳，比马车稳。哪辆马车能把杆颠出来的？少废话，看没！国师去救西运了！大人，城门破了！大人，怎么来晚了？不，来得正好。升压到最高。明白。大人，快到危险线了！保持。那是什么？好像是大周的旗。所有炮位准备。是。拦住他！重甲骑兵，斑马索。所有炮位准备。是。开火！开火！那是什么东西？大人，压力稳着，继续向城门冲。大人，前面全是人，所以才要冲。关内守军反推！弓箭，射他！射他！大人，真挡住了。这才叫装甲。火油，用火油烧。左先，30目散射。是。车顶舱准备燃烧瓶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扔准点。我要是扔歪呢？那你最好祈祷歪到敌人那边。妖火，水灭不了，快退！我们的国师来了，不是援军，是天兵。主将还在。大旗。不，这次打人心。后退者斩！那只是大周机关车，给我围住他！敌军乱而不崩，是因为主将还在。打掉他！3万兵就是3万只无头苍蝇！僧亚，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右舷炮装实心弹。将军败了，妖车来了，快逃！末将谢国师救官。
谢国师救命！先清点伤员，修缮城门。是。补水加煤，2个时辰继续出发。是。你看这些灰，能看出什么？看出大周国师不是妖人。什么意思？他用的不是妖术，是配方：硝石、木炭、硫磺。难道这东西你也能造？能。哈哈哈哈！也炸了！哈哈哈哈！炸了才说明方向是对的。不追求精巧，只追求厚、重、大。不用精确，能轰出去就行。这东西能轰开城墙？能。比大周的炮强？更重，射的不一定更准，但数量更多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那就轰碎他们！陛下，北燕也有炮了！怎么会？他们怎么也有？稳住！你们国师不在，朕看你们还有什么妖术？再轰半个时辰，北门必塌。国师，他回来了。那是什么？耶律基是吧？大人，怎么打？先炸他的炮。调转炮口，对准那台车，快！他们反应很快。大人，硬冲吗？蛇皮机动，全速启动，抓稳！大人，这么大的车怎么蛇皮走位？右转！预判他的移动方向，不要打车头，打他转向后的位置。差一点我就熟了！扛住了！装填穿甲实心弹，他的装甲能扛炮，那就继续轰！不好，找到命门了，瞄准敌方火药桶，开火！趴下！炸了！北燕炮阵炸了！国师又胜了！好，耶律基，好一个临潼！赵铁牛，弹药还有多少？侧舷炮还剩6发，燃烧瓶还有20弹，够了。学聪明了。怎么办？他们想绕，我们偏不跟他们绕。那去哪儿？直插中军。将军，不能再让他冲阵，用骑兵散开，绕侧后攻击车轮。他再强，也只有1台。本将亲自去。不可！他毁我炮阵，折我军威。今日不斩他，北燕军心必崩。北燕勇士，随我破此妖车！装填霰弹，开火！将军落马了！不准撤！鸣金，撤军！将军，再打下去不是攻城，是送命！撤！国师万胜，大周万胜！国师辛苦，陛下先别封赏。车快散了。大人说的没错，左轮轴裂了，传动齿轮磨损严重，再跑200里就彻底废了。国师此车已破西凉，纵有损伤也是大功。苏相，北燕这次输，是因为他们第一次见蒸汽战车，不知道怎么打。下一次他们就知道打车轮、设陷坑、烧煤料。如果我们还只有1台破阵子，下一战必败。
将它全部拆散，然后用它所有零件做模板。5日内先造出2台简化版，不求长途奔袭，只求守城、反冲锋、压炮阵。报！北燕撤军30里后停下，正在重整炮营。另有探报，耶律基征集边境铜料，似要再铸重炮。果然，本将从未败得如此难看。因为我们打的是未知之物。现在知道了，他不是无敌的，他也有弱点。说。第一，车轮，它全靠轮子移动，只要陷住，便是铁棺材。第二，锅炉，它靠烧水动，若锅炉破，蒸汽外泄，车内人不死也惨。第三，燃料，它吃煤吃水，断煤断水，比杀马还有效。正面冲锋不可取，我们挖壕口、设陷坑、铺巨马，分散炮位，再铸重炮，不集中摆放，火药库分散。他冲一个炮位可以，想炸整座炮阵不可能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林拓能造1台就能造第2台，所以我们不能等他造完。明日夜袭，目标不是攻城，是攻部。大人，甲13厚度差半分，反攻。轮部库存不够，拆旧军帐，进铜油，铜料不够，那就熔宫中废铜器。大人，外面太安静了。敌袭！想砸车窗，老子先砸你！北燕夜袭工部，说明他们怕了。他们这次突袭让我萌生出了一个想法。大人，你不会是想上天吧？对，我们不仅要造车，还要造一个能飞的东西。大人，地上跑的都差点散架，天上飞的要是散了，岂不是全玩完？大人，这东西像个灯笼，差不多。那它为什么能带人飞？热空气比冷空气轻。你听懂了吗？热馒头会冒气，所以人坐在大馒头下面就能上天。这东西能飞到北燕军大营的上空，如果风向合适就能。北燕能模仿出来吗？他们可以学火药，可以学炮，但飞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还太远。需要什么？布，大量轻密不漏风的布，最好用丝绸。宫中绸缎全部调给工部。陛下，那些是礼服、朝服、赏赐用的。调。飞了，真飞了。记录，火源隔离不够，吊架距离球囊太近，风控不足。大人，你每次都能把事故说成经验。不然呢？跪下哭。继续。明日清晨，东南风正好吹向北燕中军。谁上去？我也去。你太重了。大人，你不让就不让吧，干嘛人身攻击？既然这样，那就让小锤去。师傅，你请。大人，我恐高，能不能换个人？不能。大人，我现在说移连来得及吗？省点力气。大人，你好冷漠。热气够了。松绳索。大人，他真上去了，他真的上去了。看什么？将军，天上那是什么？他飞起来了。给我射下来！差不多了，开始投弹。瞄准帅帐，扔！散开，两车散开，炮位散开，别聚在一起！着火了，帅帐着火了，救火！林拓，本将要活剐了你！什么？我听不见。
割断帐绳，推开火炮，粮车往西撤。是妖术，大周的人会妖术。闭嘴，那不是妖术。军师，中军乱了，炮阵烧了3成，马厩炸营。将军问是否继续攻城？撤！现在不撤，等大周城中兵马杀出来，我们会变成活靶子。可将军那边，告诉完颜宗破，今日不退，北燕8万铁骑会死在一坛酒上。陛下，国师把燕军的军营炸了。开城门！陛下不可！北燕虽乱，但兵力仍众。这是国师给我们创造的机会。吹！陛下，臣以为国师有再造社稷之功，当重赏。臣勤期间见识浅薄，今日大周能存，是国师之功。准。林拓，臣在。自你从天而降，大周先得火药，后得铁矿，以炮退北燕，以机关破西凉，救京城，救西境，救大周。朕封你为镇国科圣。国师，陛下想说什么？朕听西域商人说，海的那边还有国家，他们有大船，有奇货，也可能有强敌。臣觉得大周现在需要休养生息。朕知道，所以朕只是提前问问，国师会造船吗？造船之前，先让我睡3天。准。大人不好了！说，宫里来人了，陛下召您入宫。他说过让我睡3天。陛下说，国师睡觉也能在宫里睡。赵小锤，在。你去告诉陛下，我死了。大人，这话我不敢传。那你就说我快死了。这个也不太敢。那你来喊我干什么？因为小福子公公说，您若不去，陛下就亲自来。备车。大人，您不是快死了吗？陛下亲自来，我就真死了。陛下，臣昨日刚丰盛，今日就猝死，不太吉利。不是让你造船，是让你看这个。哪儿来的？西域商人带来的。海的那边有一个国家名叫罗刹海邦，他们有巨船，有远炮，有能连发的火器。商人说，罗刹海邦正在向东方扩张，他们已经吞并了几个小岛国。消息可靠吗？至少有3支商队都提到了他们。国师，朕没有骗你，不是朕想折腾你。臣知道，看来这个船是非造不可了。但先要造船坞、造水泥、造标准化铁舰、改良冶炼、训练水师，这么多。陛下不会以为船就是木头拼一拼，加个龙头就能出海吧？大人，船头真不能加龙头。你为什么在这里？陛下说国师若骂人，我可以帮着扛。大人，你写的这个是能用水和的泥？对，这个我懂。你压根儿不懂。所谓的水泥是用石灰石、粘土等材料煅烧磨成粉，加水后会硬化，可以修路、筑墙、造码头。大人，泥不是遇水就软吗？普通泥会软，水泥会硬。这泥听起来古怪的很。大人，真硬了！成功了。陛下，奴才第一次坐车，没把早饭颠出来。这怎么是这事啊？国师大人，陛下请您入宫。又怎么了？
西域商队带回消息，罗刹海帮的船已经出现在东海诸岛。大人，这船真大，它船头好像没有龙头。那他们不行。别管龙头了，我们得造海军了。国师，这些洞是做什么的？炮窗，船上也能放炮？能，而且比城墙炮更麻烦。船能动，炮也能动，普通木船还没靠近就会被轰碎。除了这些，还要木料、铁料、铜料、帆布、绳索、火药。国师，你不如直接说要整个大洲重新造一遍。差不多。好，北燕来时我们没有炮，西凉来时我们没有机关。这一次，我不允许在罗塞邦来时我们没有海军。